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我的2个得力助手。温迪，复旦毕业，有过多家投资公司的从业经历，业绩优秀。他的特长是公司架构和财务顾问。还有一位纳兰，剑桥毕业的，现在是洛菲斯投资部的主管。他已经被任命为洛菲斯派驻魔晶的股权代表。你们以后要多多合作。我想利用这次互联网大会，搞一个很隆重的签约仪式。到时候，所有互联网的大佬都要来参加，都是教主的。魔晶怎么亮相？你的演讲主题是什么？郭新年，到。你真觉得去西藏能对你有帮助吗？没什么是解决不了的。你想开一点。你真的要一个人骑车去四方国？你还是别去了吧。你就去告诉你的天使投资人，你可以放弃股份，放弃利益，但是没了你，魔晶什么都不是。Wendy 是我的英文名。哦，怎么想不认账啊？郭新年，你是不是死了？郭新年，你是不是死了？郭总，郭总，那个，我有个想法啊，就是我们魔晶呢，之前是穿着戏服唱着样板戏开发出来的，所以我在想，能不能把魔晶亮相和戏曲结合在一起？不好意思啊，彭总，这件事情我们团队确实没有商量过，正好今天来，也想听听你们的建议。今年的互联网大会还有一匹黑马，他创建的杀毒软件颠覆了互联网安全行业，用免费杀毒占领了1亿多的用户，现在还在蔓延。他这次要做一个学术性演讲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他的稿子拿过来稍微的参考一下？我觉得那样不太好，学术报告的方式太死板了。对不起，打断你了。没关系，你是脱口而出啊，看来是有备而来。说，我觉得单纯的演讲没什么意思，我不希望是老套的方法。我觉得魔晶的亮相应该是时尚、幽默、有风格的。跟我说些话好吗？就说一句：郭新年，你是不是死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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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求你了。我是纳兰。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
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？衣服我给你放到浴室了，洗个澡，放松一下吧。求你了，说一次这句话。我就是想弄清楚，这么简单的事情，我怎么会弄错？我告诉过你，我不是纳兰。什么时候？你什么时候告诉过我？说，什么时候告诉过我？你第一次冲到我家的时候，纳兰，我保证，我现在特别清醒，我没有说胡话。我是温迪，我第一时间就告诉过你，我是温迪。你要希望我叫你温迪，我就叫你温迪。我以为那是你的英文名。我那天晚上在情感上受了很大的打击，我有点迷失，我需要人安慰。我想听到有人跟我说，愿意下半生跟我在一起。巧了，你跟我说了这样的话。现在好像我偷了别人的东西，对不起。股份我会还给你的。
我现在就搬走。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这么好。等等。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把你当成了纳兰。我每天都在想你，我想你的眼睛，想你的鼻子，想你的嘴唇，想你说话的样子。想你笑的样子，想你高兴还是不高兴，一切都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，非常的真实，除了声音。你现在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了。我还要说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，我爱上了你的身体，和另外一个女人的生活。只有你相信我有梦，有你带给我的星空，从未想过离开过。咱们重新开始。爱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你在左右，陪我从无到有。爱该不该再等候？快将爱说出口，与你相守。明天是互联网大会的第一天，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。李奔腾一定会参加，他是互联网巨头，如果能得到他的赏识，就彻底脱离苦海了。可是安保那么严，我们进不去吧？到了再想办法吧。世界上谁最爱我？你喝酒的人少了一点。只有在午夜，我才会选择你最美丽，我最爱你，这是我们永远的秘密。
总这边请。李总，这就是郭新年。李总，你好，李总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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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李总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不好意思啊。李总，你是我的偶像，这么多年一直都是。你也是我的偶像啊，我很喜欢你们的创意，而且你舞跳的真好。你是舞蹈学院毕业的吧？李总已经是赶鸭子上架了，您不知道我说了多少好话，他才同意的。那也要很有勇气啊，莫启年。我发现，你不但是 IT 界最有创意的，你还是 IT 界里面舞跳的最好的。谢谢李总，谢谢李总。我以前就是想跳舞，我们这没跳好吗？我就来搞 IT 了。再次恭喜你，魔镜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软件。有机会我们找时间聊聊，说不定一起做你的东西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那我随时候叫。好的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李总你先忙，你先忙，你先忙。慢走。李总慢走，慢走，慢走。别点头哈腰的了，把胸挺起来。今天你才是明星呢。真正的大人物都低调，他们会把车停到车库，咱们只需要在这儿等就可以了。你好，两位是干什么的呀？没事，我们等人。等人？等什么人呀？这一会儿有很多重要的人物要来，赶紧走。不是，你什么态度呀？走。现在我带你去见过云生。走。随你跳。再见。王总，王总，莫云先生，这就是郭新年。莫云先生，久仰，真年轻啊！李总，哎，什么？我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软件，想请您看一眼。你不是停车场管理员啊？我的软件很有前途，感兴趣的话，给我打电话。你们两个干什么的？为什么穿我的衣服？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你们俩给我站住！别跑！无油科技。等将来咱们的软件做出来了，叫什么名字呢？你是老板，听你的。将来会不会有人骂咱们抄袭呀？魔镜现在被咱们改成这样了，你觉得咱们是在抄袭吗？要是以后没人喜欢咱们的软件怎么办？这魔晶拿了这么多投资，天天招兵买马，
我好多同学都去了。这次互联网大会，郭新年和那些大佬们一块儿做演讲，这影响力咱们根本就比不了。他们做升级和完善，技术上、人手上，不知道好多少倍。想那些都没有用，干吧。各位，上午好。我前2天去医院看病，医生告诉我这个不能吃，那个不能吃。我愤怒地抱怨，什么都不让人吃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结果旁边一哥们儿弱弱地说了一句：“你知足吧。”医生让我想吃啥就吃点啥。我跟他说，我是食人族，我跟你不一样。在我创立麒麟之前，在卧云兄那儿打工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个时候，我跟我哥2个人。入职之前，我们有个约定，干活的人不能吃。2个月之后，一个打扫卫生的人失踪了，一查之下，证据确凿，我跟我哥就被开除了。出了公司之后，我就跟我哥抱怨，咱不是说好了吗？干活的人不能吃。这2个月以来，咱们一天吃掉一个经理都没人发现。失业以后，我就改行当主持人了。今天第1场论坛，请到的3位都是网络新贵，干活的，不能吃。首先，欢迎魔晶的创始人郭新年。哥，这，往里闯吧。楼上查的挺严的，没证你们是进不去的。哥，怎么办呀？咱没证。等我。魔晶面世以来，我收到过最珍贵的礼物是结婚请柬。为什么？你很多朋友结婚吗？很多的朋友在我们魔晶的官网上给我们发来了电子邀请函，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婚礼。他们说要感谢魔晶，是魔晶让他们说出了他们平时不敢说出来的话，于是他们结婚了。我听到这些，我心里非常的欣慰。因为我觉得我们做这么一款软件，能够帮助到别人，哪怕是一点点的帮助，让别人得到属于他们的幸福，这对我们来说都是最大的骄傲和最大的动力。那你要小心了。他们离婚的时候也会给你寄刀片的。
他们今天用魔晶说出了不敢说出的话，明天就会用魔晶说出不该说出的话。你怎么了？我觉得掌声可以停下了，大家笑也笑完了，我来泼点冷水吧。我想请问一下郭新年郭总，互联网革命，你理解的革命是什么？革命一定是创新，是从无到有，是创造，创造带来了革命。你错了。魔晶为什么免费啊？因为华夏通讯、东方网通、华商电信3家运营商每年花费数千亿的资金铺设光纤、建设基站、交换机，这是一个庞大的资源。可是魔晶呢？免费占用运营商的网络，而且1分钱不支付铺设和维护网络的费用。你是个寄生虫，是个穿西服的贼。各位，这是论坛，不是法院，我们也没有要把任何人钉上十字架的意思。何总，您的看法是什么？我非常赞同金总的看法。魔晶正在摧毁电信运营商的根基，电信运营商的短信业务最近也在急速下滑，这是明目张胆的盗窃。我不明白，你们为什么会给他这么多掌声？郭新年，你就是个贼！魔晶是在淘汰短信业务和捷讯，那是由创新的力量引发的。蒸汽机淘汰了马车，那是工业革命，怎么能叫贼呢？魔晶每天都在消费巨大的网络流量，这个钱我们是付的，而且我们对用户免费，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交纳服务器的钱。如果魔晶是贼，那所有互联网的软件都应该是贼。美国的微软，美国的苹果，难道也要向政府交纳铺设网络的钱吗？美国是美国，中国是中国，国情不同。电信业务关乎国计民生，涉及信息安全，必须要有国家牌照。请问，魔晶有吗？你是在跟我讲笑话吗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，我开发一个软件还需要拿到什么国家的牌照，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。我已经交纳了服务器的钱，我还要为国家铺设网络交费，我还要为公共服务系统交费。你这在偷换概念。打电话要交钱，发短信也要交钱，怎么到了魔晶这儿就不用交钱了呢？你这叫什么创新的力量啊？你这是在用不正当手段洗劫国有资产。据我所知，今天这场论坛应该是要讨论互联网革命以及信息转型。现在好像有点变得是在审判魔晶了。我发表一下我的看法。关于贼的说法，我个人不能认同。国家建设网络、铺设光缆，是为了让更多像魔晶这样具有革命性、创新性的新技术产生，不是为了搞垄断，也不是为了图利少数人。所以，说贼太粗暴。我必须纠正一下你的说法，贼不是一个骂人的词，它是个罪名。我的话并不粗暴，但我说的都是真理。国家每年几千亿的网络运营费用，魔晶半分钱都没有出过，这不叫盗窃，叫什么呀？金总，对不起，李总，你是主持人，你应该保持中立。我可以发言吗？
金总，我想请问你，你走路交钱了吗？什么意思？你的双脚正落在国家每年用上万亿铺的道路上，但是你并没有交钱，所以你的脚也侵吞了国有资产。你这是在狡辩！我必须提醒你，国有资产是属于全民的，是属于公共服务系统，是服务于老百姓的。这不是与民争利，不是一门生意，更不是某些利益集团的私有财产。我买包烟里边含税，买个化妆品里边含税，国家利用这些税金完善一切，这是政府的职能。所以没有土豪，没有贼，这些都是你想象的。你刚才的指控根本就不成立。还记得老狼和小狼喝水的故事吗？小羊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但是却并不会改变他被老狼咬死的结果。国有资产是属于全民的，是属于公共服务系统的，是为所有老百姓服务的。这些话我记住了，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他们太嚣张了，以为国家的就是他们的。再说了，我也是为了洛菲斯的投资安全着想。魔晶对短信业务的摧毁性这么强，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。运营商有邪火，可以理解。哎，罗维，干什么？注意点场合。他是你什么人呢？你这么瞒着他？你是我什么人？管这么多？他跟你什么关系？那你听好了，郭新年是我现在的男朋友，想认识吗？我可以给你介绍，他就是互联网的明日之星，是所有人都公认的天才，记得吧？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没事啊。我的意思还是不要得罪运营商，不要把关系搞僵。打岔一下，来，不好意思啊。你们俩什么时候好上的？哎呦，这事儿我都没来得及跟你说呢。哪天？啊？她是你女朋友是吧？你怎么了？我就问你，她到底是不是你的女朋友？是啊。罗威，你干什么？我的天，我的地，我的创意，给我无限的权利，让我帅，让我白，让我存在，给我得到和失去。我的人，我的心，我的身体，给我绝对的信心。只有梦，只有爱，只有期待，值得创造的奇迹。我的理想不只是做第一，我能成为你的唯一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
问题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投资会结束的那天晚上。你确定吗？怎么了？是就是。问题是我的女人，我们俩在一起好了2年了，我们俩在一起已经同居了2年了。你说什么？那我在你家住的时候怎么没见过他？为了我的事业，我必须隐瞒。所以你在的时候，他必须回自己家。一个创业者和投资者在一起，难免会被人认为在背后搞小动作。我倒不怕，但是温迪肯定会被开除。他是拎着行李直接去找的你吗？你嘴别那么臭。是我找的他。你还不说你们从前不认识吗？我认错人了，我以为他是纳兰。你以为他是谁？我那天晚上喝多了，我以为他是纳兰，我扑错了。我也问问你，我被撞了，是你干的吗？金城干的。他怎么知道我在那儿？我告诉他的。你不说跟你没关系吗？我只负责直播。就是个流氓。我就是个流氓。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咱们俩都是流氓。哈哈哈。你说你们俩都穿着西装啊，做起事来像流氓一样。我是拿你们当文化人对待呢，还是拿你们当地痞流氓呢？这么重要的全国性会议，你们俩打得像2条狗一样，好好创业赚钱好不好啊？以后不许再胡闹了啊！签字吧。我哭过又笑了，笑着对自己说，也不是非他不可，找个理由就忘了。或许沉默久了，变得口若悬河。我梦过又醒了，醒着对自己说，
你为自己而活。我们不回家，先去明月府，李奔能着急见你。走吧。你还有那么久的梦要做。爱总是这样，有人疯狂，有人受伤。啊，你又能怎样？还能退换过去的时光。想因为难忘，寂寞超乎你的想象。还不如这样，多花一点时间疗伤。我没想到，他这么快就会跟了别人。他这是在惩罚我，我会把她抢回来的。她是我的女人，谁也不能跟我争。等一下，还流血吗？这样不太雅观。哦。稍微收拾一下。走。你等一下，我再看一眼。我再看看。温迪，怎么了？回头再跟你聊，行了吧？走。姐姐红酒喝多了也伤身的，少喝。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彭总久等。李总，见笑见笑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啊，没事没事。那小子喝多了。坐坐。哎，罗维就是心气儿太高了，不谈了。那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，我对郭总的魔晶很感兴趣，想寻求一个合作的机会，听听你的意见。不是我没太听懂，您不是已经有麒麟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找我呀？是的，我的技术部刚提交了一份麒麟的升级方案，让麒麟也具备语音传输功能，但我觉得意义不大，魔晶更快，也更简单。那怎么合作？魔晶公司现在的估值不高，刚拿到洛菲斯的风投，我就冲进来收购，似乎有点欺负人。但是，我可以在原有基础上等比例提高，你跟你的团队可以拿到麒麟企业的股份。我提供的是一个更大的平台，包括技术开发团队、产品维护团队。等会儿，我没听错吧？你想收购我？对。你不是说是合作吗？这就是合作。这样，我替温迪解释一下，收购，这是一个资本的一个运作的过程，产品的研发，你的团队，这都不会改变，所以你会得到更大的平台和技术支持。我听得懂李总在说的东西，李总想收购魔晶。想控股，我没有必要挑好听的说，你跟我都是搞技术的，话说的越简单越好。我现在缺钱研发吗？
先听李总把话说完。我在听啊。究竟是我现在缺钱研发呢，还是说我缺技术力量？如果要是说钱，洛菲斯给我的投资够了；要是说技术和想法，没有比卢卡更好的工程师了。其他人员我想雇多少雇多少，所以，我为什么还要跟麒麟合作呢？因为你现在需要一个大的平台。互联网就是我的平台。老大，躲是躲不掉的，你已经在厕所里待了半个小时了。我便秘。什么啊？你应该跟大家商量一下，留一个活口吧。在座的都是股东，又不是你的员工。以前都是我说了算，你来了也不会改变。至少，你得尊重大家。好啊，开审吧。大家有什么意见跟我说说。我们就是想知道，你为什么拒绝李奔腾？我们已经终结了所有的短信业务。我的下一个目标是终结麒麟，我要让他们都变成昨日黄花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狂？你这样树敌太多了，会拉仇恨的。这不是拉仇恨，所有的旧势力都是新事物的敌人。咱们魔晶现在多少用户量？几千万？听起来很多吧？错了，我们将来要达到几个亿，10几个亿。现在全球各个发达国家的大城市，纽约、东京、洛杉矶、墨尔本，全部已经实现了城市网络和数据的无死角铺设。我们的国家也会在未来的几年内全面实现。所以我要开发新的功能。我要让打电话不要钱，我要实现即时通话，我要实现视频通话。我最喜欢的电影是《星球大战》，里面有一项技术，只要人的手一点，就会有一个立体的3D 的人像通过投影投射在你的面前。这项技术为什么不能用在魔晶里呢？我们对着魔晶说：“来，我们开个会。你们5个无论在世界的任何角落，你们的人像都会瞬间出现在这个房间里。我们可以讨论，我们可以开会，甚至我们可以跳舞。跳舞这个我喜欢。对，天天跳。我们还要开发导航软件、新闻软件、娱乐搜索、竞技类游戏。我们要把魔晶变成一种生活方式，而不单单是一款软件。也许更遥远的未来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手机了，魔晶将会成为一个芯片，我们可以把它植入到人的体内，跟我们的大脑连接在一起，这样人就可以直接达到信息沟通。我们对未来的人说什么？我们说，魔晶是我们生活的必备品。No， 我们要说，欢迎你来到魔晶的世界。
现在我可以告诉你，我跟罗维的故事了。不用了，罗维已经跟我说过了。是吗？他怎么说的呀？我倒是想听听，他是怎么丑化我的。没有，他对你一往情深。过新年，温迪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银行了，拿着钱支持我创的业，然后你们在一起了。你们俩到底什么时候好上的？就在合作会结束那天晚上，8点钟我们俩分的手。虽然他动手打了我，虽然他千方百计的差点毁了我，但是在这件事情上，我还是挺同情他的。他在人生最低谷、最失落、最需要安慰的时候，他爱的人没有跟他风雨同舟，反而抛弃了他。风雨同舟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同甘共苦，不离不弃。你是说我是一个坏女人了？我离过婚，所以我特别知道遭受了这样的伤害，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多么的痛苦。那个时候我公司的生意特别不好，是我创业的最低谷。每天晚上回到家，我的前妻都跟我闹，都跟我吵，直到离婚。我当时心里非常的痛苦。你别往下说了。你是想逼我从这儿跳下去吗？过新年，你别忘了，当初是你喝醉了酒来找的我。我跟罗维的事情，你并不完全知道。受伤害的人不是他，是我。那既然这样，你知道我和罗维是什么关系？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你们的事情呢？因为我害怕失去你。潘总，坐。最近外面有一些传言，你听到了吗？什么传言？互联网论坛上你也看到了，何龙生说魔晶正在摧毁运营商的根基，国有资产正在流失，这是纳税人的钱，这是明目张胆的盗窃。垄断久了，霸道惯了，他们这是无理取闹。你觉得是在无理取闹吗？华夏通讯、东方网通正在一起合谋起诉魔晶。起诉魔晶？如果他们真的起诉魔晶，那我们洛菲兹就会被卷进去。
我们必须规避政策风险。得意忘形，乐极生悲。我竟然会考虑的这么不周全。其实很简单啊，有了魔晶，能说话了，谁还愿意打字？短信还要收费，魔晶完全免费。这是公开对几大运营商的叫板。那现在该怎么办呀？他们要以不正当竞争来起诉魔晶。最好的结果，他们不会封杀魔晶，但会逼着魔晶收费，费用至少要和运营商持平。这样一来，魔晶的所有竞争力都会消失。这对于我们洛菲斯的投资来说，将是万劫不复。现在我们要两条腿走路。我到主管部门游说一下，看看他们对魔晶是什么态度。他们对软件市场上的自由竞争，一向是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。另外，我还要和李奔腾再谈一次。如果魔晶同意麒麟的收购，再加上洛菲斯，也许可以再扛一扛。纳兰，金城最近和你还有联系吗？恐怕得委屈你一下，你得跟金城谈一谈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些事儿都是金城在背后操纵？我查了一下，捷讯的资金链一度是中断的，可是现在从香港本部涌来了大量的资金流。这说明他得到了家族企业的鼎力支持。这个郭青年也真是的，惹了这几股势力，每一股我们都得绕着走，他倒好，全都给得罪了。所以你还有个任务，说服郭青年。让他接受李奔腾的收购，他应该明白，我这样做是在帮他找保护伞呐。我去不方便，有人比我更适合。是这儿吗？住这儿做互联网，也算奇葩了。Wendy， 你能不能说服郭新年，让他接受李奔腾的收购？这是你的意思，还是彭总的意思？是我建议彭总让你去的。你说的话，也许郭新年会听。这你就大错特错了。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，就是说服郭新年。宁可魔晶毁掉，也不接受吗？几大运营商正在准备起诉魔晶。他们为什么起诉魔晶啊？他们认为魔晶用不正当手段竞争。我希望你告诉郭新年，要对这件事的严重性有足够的重视。纳兰，会是你捣的鬼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在论坛上，是你的少爷首先开炮攻击郭新年。
我不明白少爷已经那么有钱了，为什么要跟那么小的企业过不去呢？我今天再重申一次，是郭新年主动找的我，老天爷作证，那天他喝多了自己找上门来的，不是我找的他。你要是恨我，我可以辞职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小肚鸡肠？为什么总是用狭隘的眼光看人呢？一到这个时候，智商就归零是吗？